重生至末日前3天，我没有囤粮，也没有打造庇护所，而是贷款买了上百万只活蚊子，然后一把火烧了个精光。因为我知道3天后末日将会降临，到时候全世界都会沦陷为丧尸猎人，少部分幸存者则会觉醒一能。上一世我觉醒了神级天赋杀戮之主，只要杀戮就能无限变强。偏偏柳如烟那个白莲花天天在我耳边碎碎念，让我这个不能动，那个不许碰，导致我的等级严重滞后。最后他甚至还勾结了一个雷系异能者，把我大卸八块。一想到前世的惨死，我浑身杀气瞬间爆发，重活一世，神挡杀神。我强压下心头的怒火，摸出手机查看余额，眉头瞬间拧成了疙瘩。我记得不久前投资刚赚了50多万，怎么就剩26万了？就在这时，手机嗡嗡作响，我刚一接通，电话那头就传来一道腻得发慌的声音：“百哥，人家看上一个包包，你给我转点钱嘛。那个包现在打折才2万块，一点都不贵哦。”听着这熟悉的声音，我当场青筋暴起。前世临死时我才知道，这贱人早就给我戴了绿帽子，从我这骗走的几10万全拿去养小白脸了。可恨当时我手脚都被他斩断，只能眼睁睁的无能狂怒。百哥，你怎么不理人家呀？柳如烟那令人作呕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我心中怒火滔天，但末日还未降临，现在冲动行事只会打乱我的计划。心念电转间，一个报复他的毒计已然成型。我开口说道：“如烟，我这里有个天大的事儿，你那破包先放一边。”见我媒体转账的事，柳如烟的语气立马冷了3分。什么大事啊？我刚收到内部消息，有只股票几天后至少会暴涨3倍，你要是有钱就赶紧打给我。一听能翻3倍，柳如烟瞬间被贪婪冲昏了头脑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你忘了我是干嘛的吗？我可是金融高管。好，你先等我再去借点钱，千万别自己乱投。柳如烟听完二话不说，直接就挂了电话。就凭柳如烟那贪财的本性，我已经猜到了他会怎么做。为了搞钱，怕是什么都会出卖。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开始盘算末世初期的生存大计：战力、食物、水源、安全屋，这4样是生存根本。其中后3样对我来说轻而易举，毕竟我在末世混了10几年，这点事都搞不定就白混了。战斗力才是重中之重，只要实力够硬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而我的力量源泉正是杀戮之主天赋，靠杀戮赚取积分，积分越多奖励越丰厚。想到这，我立刻打开手机开始搜索猎物。牛太贵了，猪也要好几百，鸡便宜点但数量上不去。看来大量采购家畜这条路是走不通了，这些玩意儿都会变异，而且体型越大越恐怖。真搞来几10只变异鸡王，刚觉醒的我肯定打不过。正当我一筹莫展时，耳边传来一阵嗡嗡声。靠，连我的血都敢吸！我反手一巴掌拍死那只胆大包天的蚊子。看着手上的血迹，我先是一愣，随即狂喜涌上心头。对啊，蚊子，这简直是前期最完美的猎物，可以海量囤积，在它们变异的瞬间一把火全烧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立刻打开了电脑。什么玩意儿？10只蚊子卖25块。看着购物网站上那独一份的蚊子专卖点，我感觉自己的脑子嗡嗡的。真的会有人花25块买10只蚊子吗？我本以为这几10万能买个几千万只，结果算下来连100万只都凑不齐。不行，必须得跟老板砍价。我脑子飞速盘算起来，这家店月销几百单，但基本都是小批量购买。我这可是100万级别的大单，怎么也得给个骨折价吧。接待我的客服是老板的儿子，在确认我真要100万只蚊子后，他眼睛都直了，连忙把他爹给叫了出来。店老板听到儿子的喊声，一脸不耐烦地从养蚊子的帐篷里钻了出来。先生，不瞒您说，我这帐篷里究竟有多少蚊子，我自己也没数过。毕竟谁会闲得蛋疼天天去数蚊子有多少只？抛开你不能卖的重蚊，剩下的我全包了。你开个价吧。要是他真有几大帐篷的蚊子，那数量少说也有几10万只，毕竟这玩意儿沾水就活，给点吃的就能疯长。全都要。看着我发过去的消息，店铺老板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回复。他这几帐篷的蚊子成本也就10几万，现在我把定价全丢给他，他反而犯了难。和他儿子嘀咕了几句后，试探着报了个价出来，50万。看到这个数字，我忍不住摇了摇头。30万，卖不卖？一句话。卖！大佬，地址发来，明天就给你送过去。我感觉还是喊高了，答应的这么爽快，早知道该对半砍的。但话已出口，我也懒得再改。订单你先弄好，我这就去搞钱。给卖家回了这句话，我转头就给柳如烟发去了消息。没选择打电话，是因为我猜他现在肯定不方便接。果不其然，消息发出去半小时后，柳如烟那边才有了动静。我把能借的朋友都借遍了，亲爱的，你可一定要带我赚回来啊！伴随着这条消息的还有银行的到账提醒，您的账户已收到转账52万。好家伙，看到这数字我也惊了，这怕不是把膝盖都磨秃噜皮了，外加拍了私密照去搞网贷了吧？不愧是顶级拜金女，对自己下手是真的狠。宝贝，明晚12点来我家，我们一起见证财富自由的瞬间。我假惺惺的给柳如烟发完消息，又借口公司业务繁忙，让她别老联系我。此刻刚在健身房卫生间和教练大战300回合的柳如烟，看到我的消息后，嘴角也勾起一抹冷笑。百川啊百川，你个傻子就知道上班，哪知道老娘天天外面有人。等明天把你的钱搞到手，我就一脚踹了你！哈哈哈，你个绿帽龟！钱一到手，我果断在某宝下单，还特意多付了1万块，催促店家务必在明天下午前送到我家。毕竟明晚12点就是末日降临之时，我必须在那之前将一切部署妥当。放心，保证送到。要是送不到，我让我儿子去
去你家给你当3天蚊子。老板这句话把我给逗笑了。搞定了手杀生物源，接下来该准备别的了。水、食物和安全屋虽然以后不愁，但现在囤点总没错。反正现在手头有40多万，我花几万买了百箱矿泉水，又花几万囤了些零食，剩下20多万全砸进去买肉了。除了水是当天送到，剩下的物资估计都要明天才能到齐。至于武器和防具，其实没太大必要，因为变异生物的防御和破坏力都强得离谱。就算我现在用金刚造个堡垒，不出1个月，那些进化后的高级怪物也能轻易撕碎。与其准备那些中看不中用的玩意儿，还不如多囤点吃的实在。万事俱备，现在只等明晚12点的钟声敲响。次日正午12点，距离末日降临还剩最后12小时。经过1天的忙碌，我采购的物资已陆续送入冷库。让我颇为意外的是，我还是高估了这别墅的度量，3间冷库根本塞不下那么多的肉。最后没办法，只能把一部分肉转移到地下室，和零食堆在一起。一个搬货的大叔开玩笑道：“小伙子，你囤这么多东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明天世界末日呢。”哼，小孩子家瞎买着玩的。我挠了挠头，笑着敷衍过去。工人们也没多想，毕竟有钱人的世界不是他们这些普通人能懂的。所有食物清点入库，总共花了大概3个小时。蚊子还没送到，我便站在别墅3楼的窗前，仔细研究着 H 市的地图。末世里地图可是硬通货，所以我早就把各种能用上的地图都备了一份。至于电脑之类的电子产品，末日一到全都会变成废铁，人类的重型武器也会离奇失灵，枪械无法激发，导弹无法升空，这正是人类文明瞬间崩盘的根本原因。下午6点，蚊子总算到了，20多个大笼子摆满了宽阔的后院，尽管笼子都盖着黑布，那震耳欲聋的嗡嗡声依旧穿透了出来，吵得人心烦。这群玩意儿要是真变异了，恐怕能把方圆10里变成修罗炼狱，几十万只一阶吸血蚊，这股力量绝不是刚觉醒异能的人类能抗衡的。只可惜你们的对手是我。我嘴角一扬，迈步走出了别墅。末日倒计时还有几小时，趁着世界尚存，我打算去搓一顿几千块的大餐。走到附近一家高级餐厅，我刚准备进去，却瞥见一个穿小白裙的女孩，正趴在地上哭得一抽一抽的。换做以前，我肯定看都懒得看一眼就直接进去，但末日将至，我反倒好奇这女孩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，大晚上的趴地上哭个什么劲儿啊？听到我这吊儿郎当的语气，地上的女孩噌的一下就站了起来，她梨花带雨的脸上满是愤怒，冲着我就是一顿吼：“我长这么大，连高级餐厅都没进过，凭什么我同事陪老板睡一觉就能来？”哟，就为这事啊？看她哭得那么惨，我还以为她老公跟人跑了呢。不就是个破餐厅吗？跟我走，我请你吃顿好的。放心，我对你的身体没兴趣，纯属钱多烧得慌。什么？你说的真的吗？女孩的脸上瞬间写满了惊喜，我盯着她那张哭花了的脸，越看越觉得眼熟。虽然现在这张脸还很稚嫩，但我敢肯定，她就是我在末世里见过的某位强者。至于具体是谁，待会儿上楼吃饭时问问便知道了。不就几千块钱的事儿，想吃就跟上。撂下这句话，我便不紧不慢地走进了餐厅。身后的女孩愣了几秒，随即抹掉眼泪，快步跟了上来。百先生好。门口的迎宾见到我，恭敬地问好，带这位女士去整理一下，然后领到318包间。我随意指了指一个迎宾，直接下达了命令。没办法，谁让我这张金卡够硬，只要别太过分，这儿的员工我都能随便使唤。到了我订的5888包间，那女孩也跟着迎宾进来了。看她拘谨地坐在我对面，我忍不住笑了。没想到未来的强者，末日前也只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。我收敛了笑容问道：“美女，饭都请你吃了，回答我几个正经问题，不为难吧？”见她轻轻点头，我便直奔主题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陈琳。她虽然不敢直视我，却还是大方地报上了名字：陈琳。听到这名字，我眼前一亮，能操控灵物加持己身的幻灵师陈琳，上一世 H 市战力榜前5的大佬啊！虽然跟我这个第2名还差得远，但也算一方强者了。吃个饭都能碰到这种高手，必须把他忽悠到我队里来。我心下盘算，有陈琳当队友，我的升级速度绝对能呈几何增长。可想法虽好，却不知该怎么开口，总不能傻乎乎的跟他说，明天末日了，快当我队友，我保你狗命吧。真这么说，他不把我当成神经病才怪。我这边正倒着红酒琢磨怎么开口，那边陈琳得到我的允许后，已经抓起桌上的美食狼吞虎咽起来，帝王蟹、大龙虾、佛跳墙，每一样都让他吃得两眼放光。每吃一口，陈琳都感觉前半辈子白活。要是能天天吃这个，还上个锤子班啊！想到自己月薪几千，还要天天防着老板骚扰，陈琳心里瞬间下定了决心，打工打个屁的工，今天我必须让他包养我。陈琳不想奋斗了，就算当3也认了。此时品着红酒的我还不知道，自己这顿饭已经彻底改变了陈琳的人生轨迹。就在陈琳半饱之时，他忽然红着脸低声问我：“白先生，我不想上班了，您能包养我吗？我还没谈过恋爱。”好家伙，这番话直接把我给干懵了。我还想着怎么套路你呢，结果你一顿饭就自我攻略了，还能再离谱点吗？看着眼前低头顺从的陈琳，我玩心大起。如果我让你扇我前女友一巴掌，你敢不敢？别说扇了，你让我踹他都行。陈琳猛地抬头，眼神里满是决绝。我满意的拍了拍手，这才对嘛，这才配做我的队友。要是他刚才畏畏缩缩的，我还真不一定要他。很好，我现在就把那女人叫来，等她一进门，你直接把她给我扇懵。本来是我挖空心思拉人入伙，现在倒成了考验对方的投名状，这发展属实有点出乎我意料。一听说我的前任要来，陈琳立刻起身活动手脚，明明穿着职业套装，可一动起来却波涛汹涌。有一说一，这身材是真的顶。我拿起手机正准备给柳如烟发消息，却发现她早就给我发了一条：百哥哥，人家今晚加班太晚了，就不去你那儿了。
明天再去哦，晚安。这贱人100%又跟哪个野男人鬼混去了，不然以他那贪财的性子，早就跑过来跟我分钱了。也罢，既然他今晚来不了，那就让他再多苟活几个小时。反正末日降临头等大事就是先宰了柳如烟，不然上辈子的绿帽子岂不是白戴了？我抬起头，示意还在活动筋骨的陈琳停下。陈琳，别热身了。他跟野男人鬼混去了，来不了。听到我的话，陈琳很听话的坐了回去，人虽然坐着，脑子里却在盘算我的话。他说前任跟别人鬼混去了，那不就代表我这个现任有机会上位了？陈琳还在那儿浮想联翩。我看了眼时间，快12点了。这顿饭吃的真够久的，虽然美食全进了陈琳的肚子，但我收获了一个强力队友，这比买卖简直血赚了100倍。走了，跟我回家。看到我脸上玩味的笑容，陈琳瞬间就秒懂了。不过既然他自己都动了这念头，那就没有开弓没有回头箭了。我俩离开餐厅，沿着空旷的街道走了几步，很快一栋豪华别墅映入陈琳眼帘。尤其看我用指纹开锁走进大门时，他眼睛都看直了。他心里那点仅存的不安瞬间烟消云散。能住这种顶级豪宅，还怕包养不起他吗？看来他这次总算赌对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棋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我把心里准备万全的他带回别墅，居然只是让他干坐着。就这样，他对着电视节目发呆，一直熬到快12点。陈琳已经困得直点头，我却突然把他叫了出来。听到我的声音，他迷迷糊糊地跟着走到了别墅后院。刚一推开门，一股刺鼻的汽油味呛得他立马捂住了鼻子。他强忍着不适走到我身边问道：“柏先生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我却一言不发，只是在等那颗宣告末日降临的流星划破夜空。时间1分1秒流逝，当一道暗红色流星骤然撕裂漆黑的夜幕时，我动手了，掏出打火机直接点燃了脚下的汽油，燃起的火焰如同一条狂舞的火蛇，瞬间朝着那片蚊群席卷而去。欢迎各位进入末日时代，我以为幸存的人类赐予天赋，去与强大的事变体抗争吧。熟悉的声音在全球所有人类脑中轰然炸响，而未收到讯息的人类和多数动物开始了恐怖的异变，那些被汽油浸透的蚊子也开始了进化，只不过我的火焰更快一步，在他们完成进化前就将其尽数焚为灰烬。恭喜你获得天赋杀戮之主，成功击杀一阶事变蚊一只。获得天赋的瞬间，疯狂的击杀提示开始在我脑中刷屏，这声音足足响了10分钟，直到铁笼内所有变异蚊子被烧光，那提示音才终于停歇。成功击杀1009528只一阶事变蚊，杀戮之主天赋触发。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嗜血羽翼、盘古血脉、无限背包。看着眼前3个金光闪闪的奖励，我终于放声狂笑。你们的血衣杀神回来了！身后的陈琳看我笑得癫狂，下意识抱紧了我。虽然他不明白脑中的提示和幻灵师天赋是啥，但他的直觉告诉他，我一定能保护好他。灵儿，回房间等我。我轻轻摸了摸他的头。我等你。尽管屋外嘶吼与惨叫声交织，陈琳还是在我脸上亲了一下，转身走进了别墅。看着这丫头这么懂事，我也就放心的查看起我的奖励——嗜血羽翼，可变换形态的战甲，能幻化成任意装扮，并赋予我强大的飞行能力，并且还能通过吸收血液升级。这羽翼可是我前世3年后才拿到的神装，血衣杀神的称号也拜他所赐，我对他再熟悉不过了。至于无限背包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拥有无限大的储物空间，在末世里，这绝对是储存物资的顶级神器。这2样奖励还算正常，毕竟我开局就秒了上百万只尸变生物，而这最后的盘古血脉才是真正的王炸。盘古血脉拥有上古神明血脉，你的全属性将是普通人的100倍。这行逆天描述把我直接看傻了。上辈子我见过的最强血脉，也不过是属性提升9.5倍的95至尊而已。那家伙后来也成了末世金字塔顶端的至强者之一。而现在我直接开局就是100倍属性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等于我一个人就是一支由100个精兵组成的军队。这一下，前世所有的遗憾和仇敌，我都能亲手碾碎了。不过眼下得先把附近的丧尸和对面楼里的柳如烟给清理了。我能感觉到铁门外已经有东西在疯狂地嘶吼撞门了。刚刚还沉浸在狂喜中的我，眼底瞬间闪过一抹杀意。我还没去找你们，你们这些杂碎刀自己送上门了。话音刚落，我立刻开始吸收盘古血脉与嗜血羽翼，2股神秘的力量瞬间在我体内疯狂窜动。紧接着，一股超乎想象的力量自我体内轰然爆发。不过几秒，一副闪烁着诡异红芒的科技感血翼在我背后赫然展开。当我再度睁眼，双瞳已然化作诡异的淡金色，这便是盘古血脉洗礼过的证明。此刻的我，感觉自己一拳就能把这栋别墅轰成渣，外面那些普通丧尸更是土鸡瓦狗般不堪一击。幻化，我心念一动，身后的血翼化作一件血色长袍，一切准备就绪。看着那些爬进别墅的丧尸，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来吧，尝尝我拳头的滋味。我身形一纵，便轻松跃出10几米远。随即我抓住一只面目狰狞的丧尸，随手捏爆了他的头颅，再将那无头尸体随手甩飞。这些丧尸对别人来说或许是噩梦，但在100倍属性的我面前，不过是待宰的西瓜。我只需要飞过去，就能轻松捏爆他们的脑袋，骨骼碎裂的脆响在别墅周围此起彼伏。楼上的陈琳看着我这般屠戮，胃里翻江倒海，却也庆幸自己赌对了宝。干得漂亮！可这血腥的场面还是让他忍不住吐了出来。不得不说，陈琳的接受能力是真强，这么快就适应了末世的现实。不过转念一想，他连小三都敢当，这点场面又算什么？不到10分钟，我便将方圆20米内的丧尸屠戮殆尽。今晚不会再有丧尸敢靠近这里了。低阶丧尸虽然无脑，却能嗅到同伴死亡的血腥味，感知到危险，他们自然不敢再靠近我的别墅。至少今晚是如此。击杀26只一阶丧尸，杀戮之主触发。恭喜宿主获得体质增强药剂1瓶，嗜血羽翼吸收少量丧尸血液，进化进度0。看着背包里的红色药剂，我不屑地撇了撇
铁嘴，跟之前的奖励一比，这玩意儿简直是垃圾。要是上一世爆出这个，我怕是得高兴坏了。毕竟这药剂能直接增加20点生命值，但它有2个限制：血脉天赋者无法使用，且每人最多用3次。而我刚好就是最顶级的血脉天赋者，以后看陈琳表现好的话就赏给他吧。我在心里盘算着。解决完这些杂鱼，我抬头望向别墅对面的高楼。上辈子柳如烟那贱人在纸条里详细写了她偷情的经过。那贱人为了追求极致的刺激，每次都约在正对别墅的酒店开房，还特意在阳台上朝着我别墅的方向玩些花样。柳如烟，你还真是会玩啊！这一世早没把她当人看的我，自然不会再被这种事激怒。陈琳，沙发下面有手电，给我看好家，我去宰了那个贱人。起飞！朝3楼的陈琳喊了一声，我便冲天而起，直奔对面大楼。回想起我刚才的屠戮和此刻疯狂的话语，陈琳脑中瞬间闪过一个影视角色：祖国人。此刻正和男人翻云覆雨的柳如烟，听到脑中声音也猛地从床上弹了起来。亲爱的，你听到什么声音没？她惊喜地问身下的小白脸。世界末日来了，我还觉醒了雷霆天赋。小白脸说着，试探性地释放出一丝能力，一道微弱的蓝色电弧在他指尖跳动。柳如烟欣喜若狂，那我这治疗师的能力也是真的了。没错，这对狗男女终究还是搞到了一起。小白脸正是上辈子那个雷霆天赋的健身男，2人完全无视周围的嘶吼，竟然还想着拿刚觉醒的能力助兴，一个放电，一个治疗，那滋味简直了。我们去阳台玩。柳如烟勾着手指，眼神魅惑。宝贝，你真会玩，还要在那个绿帽哥眼皮底下搞花样。2人就这么浪笑着走到了阳台，脚下街道火光冲天，嘶吼不断。柳如烟却望着某个别墅方向，阴狠地开口：百川的废物不会被丧尸咬死了吧？他要是死了，乐子可就少一半了。没事，宝贝，就算他活着，明天天亮我们就去宰了他，抢了他的别墅。健身男在身后淫笑，这对狗男女并不知道，我此刻就悬浮在他们楼下几层。妈妈快看，有超人！妈，你别咬我！救命啊！某个楼层的少年被尸变的母亲扑倒感染，我飞过的楼层里，不时有人绝望的纵身一跃，结束生命。在这混乱的末世，活着有时比死亡更需要勇气。毕竟至亲之人化作嗜血怪物，这种现实谁又能轻易接受？我摇了摇头，收敛心神，继续搜寻柳如烟的踪迹。我马上就要抵达别墅对面的大楼。就在我向上飞升之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钻入耳中。我抬头望去，果然在某层阳台发现了柳如烟和那个小白脸。找到你们了，看你们还往哪跑！我心中涌起一阵快意。前世那顶绿帽的阴影笼罩我许久，此刻我却毫无怒意，只觉无比畅快，仿佛将要斩杀的并非救人，而是2只碍眼的丧尸罢了。你们是在说我吗？就在那对男女还在商量如何折磨我时，我身披血袍，嘴角挂着冷笑，悄然出现在他们前方不足5米的半空中。百川！柳如烟满脸惊骇，望着悬浮空中血芒流转的我，她如坠冰窟，仿佛被死神扼住了喉咙。明明我只是微笑着凝视他们，可她的心脏却被无边的恐惧紧紧攥住。只因我身上那股浓郁的血腥味扑面而来，那味道仿佛刚从尸山血海中走出一般，这是他治疗师的天赋才能敏锐察觉到的气息。他身后的雷霆男显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见我只是飘在空中，便以为我的能力仅仅是飞行。绿帽男满脸讥讽地挑衅道：你马子现在是我的了，你想怎么着？柳如烟想要阻止，却已经晚了。她感到对方的杀气陡然升腾，急忙将雷霆男护在身后。百川，我们已经没感情了，求你原谅我吧。她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真是个会演戏的女人。我心中冷笑，人都杀到脸上了，还看见他俩赤身裸体，怎么可能留他们狗命？我也想原谅你们啊！我放声大笑，可我的手实在太痒了，不杀点什么总觉得不痛快。这话一出，柳如烟瞬间冷汗涔涔。作为治疗师，她能感知到我的杀气已凝如实质，几乎要戳到她脸上了。外面有那么多丧尸给你杀，百哥，放过我们吧，我们明天就离开爱吃市。雷霆男脸上闪过一丝阴狠，悄悄在背后凝聚雷电之力。他不懂柳如烟为何如此恐惧，却坚信自己的雷霆异能足以秒杀我。可他根本不知道，以我如今的属性，就算他耗尽生命也伤不到分毫。作为征战10年的杀神，这点小动作又怎能逃过我的眼睛？我之所以没点破，就是想让柳如烟好好品尝一下绝望的滋味。臭小子，给我去死吧！雷霆男以为我毫无防备，悍然发动了异能，一道耀眼的电弧撕裂夜空，直扑我面门。哈哈哈！如烟，你看他死定了！不，这不可能！正要抱着柳如烟欢呼的雷霆男，却骇然发现我毫发无伤，脸上还挂着玩味的笑容。你到底是什么天赋？雷霆男意识到踢到了铁板，一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一边惊恐地后退。太弱了！我轻蔑地摇了摇头，话音未落，我猛然俯冲，随意的一拳便将雷霆男轰进了墙壁。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。前一秒柳如烟还在陪笑求饶，下一秒他的小白脸就被砸成了一滩烂泥。这一刻，死亡的寒意瞬间从脚底直冲天灵盖。百哥，他用尽全身力气挤出2个字：其实是他强迫我的。这话恐怕连他自己都骗不过去。这个给自己戴了无数绿帽的女人，究竟是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？我本想再多戏耍一下柳如烟，可看她这副双腿站立、魂不守舍的狼狈样，我瞬间就没了兴致。噗！
下一秒，柳如烟被我一脚将胸口踢出一个血洞，从21楼的高空缓缓坠下。听到楼下重物坠地的闷响，我心中一片空明。既然柳如烟这么喜欢被戳洞，我便成全她，也算给了她最爱的死法。是时候回去了。我轻声自语，念头刚起，我的身影便拔地而起。转眼之间，我已然回到自己的别墅。此刻在楼上，陈琳正举着手电筒，满心紧张地等我归来。看到我的身影降落别墅，她欣喜若狂。要不是怕尖叫声引来外面的怪物，她恐怕早就高声呼喊我的名字了。而我也直接飞上3楼。白先生，你回来了！陈琳鼓起勇气，竟是直接扑进了我怀里，温香软玉入怀。我一时竟有些发愣，不知多少年没人如此真诚地等我归来。短暂拥抱过后，我看着满脸喜色的陈琳，你就没什么想问的吗？陈琳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。好奇心会害死猫，不是吗？不愧是敢在末世闯荡的女人，这情商果然非同一般。你的回答我很满意，不过我得看看是真是假。我玩味地打量着陈琳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微妙。更何况我此刻煞气缠身，正需要宣泄一番。察觉到我眼中的渴望，陈琳挺了挺胸膛，你自己来看看我的心是不是真的，人家可不会骗你。既然彼此心照不宣，我自然也无需再克制。我果断地将陈琳横抱而起，径直走向房间。天色微亮，看着床上昏睡过去的陈琳，我也不禁有些心疼。盘古血脉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为陈琳盖好被子，心中暗自感叹，等待陈琳醒来的间隙，我走出房间，打算查看昨夜战斗的痕迹。我在周围巡视一圈，除了街道异常安静外，并无异样。可当我路过昨晚烧蚊子留下的笼子时，一个破裂的铁笼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按理说，被大火焚烧的铁笼绝不该有划痕，但眼前这个笼子却清晰地留着几道4、5厘米长的抓痕。如此深的痕迹，绝非一阶吸血蚊能够造成。糟了！摸着这些抓痕，我猛地一拍脑袋，昨晚绝对诞生了一只2阶吸血蚊，只有2阶吸血蚊才能抵御火焰，并撕开铁笼逃脱。大意了啊！昨晚急着去解决柳如烟，竟意外放跑了一只2阶吸血蚊。吸血蚊本身并不可怕，但吸食足够血液后，就会进化出各种能力。这东西在前世就是个低配版异形，稍不留神就会造成巨大破坏。不过一只出生的吸血蚊，通常需要吸食1个月血液才能进化。我盯着笼子思索，就算2阶吸血蚊吸满血，也威胁不到如今的自己。我担心的是，这只蚊子会意外扼杀掉前世那些尚未崛起的强者。若是那样，未来的走向将脱离我的掌控。因此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在1个月内找到并除掉这只狡猾的蚊子。对这些变异生物习性了如指掌的我，要找到它并非难事。不过眼下当务之急，并非吸血蚊，而是对陈琳的训练。因为他掌控的12生肖灵物中，有一只具备寻宝的能力。有了这个寻宝能力，我在末世搜寻特殊物资的时间将大大缩短。可经过昨晚一番折腾，估计没3、4个小时，他根本醒不过来。那个大哥，救命啊！我正站在草坪上思索，一道呼救声突然响起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声音是从别墅右侧传来的。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！很快，我就在一栋复式楼3楼看见一个挥舞双手的眼镜男。你前几天囤了那么多物资，昨晚又杀了那么多怪物，一定知道什么秘密吧？还不等我开口，那眼镜男就自顾自地说了起来：“快救我出去，不然我就把你的事告诉附近所有幸存者。你再厉害也顶不住一个小区的人吧？只要你救我，这件事就没人会知道。”这眼镜男并没看到我击杀柳如烟和雷霆男的那一幕。此刻的我自信满满，认为我必定会接受自己的要挟。可他不知道，当我大喊我家有物资时，那栋楼里不少幸存者都探出了头。不过末世才第1天，这些人倒也还没露出太过贪婪的神色。你是哪来的自信啊，普信男？我不耐烦地回应着，同时缓缓飞了起来。小区里的人看见我能飞，纷纷露出羡慕的神色，甚至有人已经准备开口求救。哎呀，还跟我装，这不还是过来救我了吗？看到我朝他飞来，眼镜男顿时兴奋起来。此刻的他真就认定了我不敢对他动手，毕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正常人哪敢动手杀人？可惜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正常人，我骨子里就不是什么善茬，行事向来肆无忌惮。此刻所有人都以为我飞过来是准备救下眼镜男，不料我猛然俯冲到眼镜男身旁，一把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。你以为你是谁？连丧尸都不敢杀的废物，也敢威胁我这种杀人不眨眼的？我就这么提着小鸡仔似的，将不断挣扎、濒临窒息的眼镜男拎到众人眼前。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人来打扰我，否则你们的下场就和我一样。我神情冷峻地警告完众人，便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将眼镜男丢进了楼下丧尸堆里。那随意的动作和冷酷的表情，仿佛在宣告谁敢惹我，下场唯有死路一条。救我！这个只会飞的混蛋！他是个疯子！眼镜男被丧尸啃食的惨叫声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小区。这一刻，所有人才惊恐地发现，会飞的不一定是天使，也可能是索命的恶魔。看着楼里一张张写满恐惧的脸，我收敛了杀气，冷喝道：“躲在家里除了饿死，不会有别的结果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出去和怪物搏斗。”或许还有1线生机。虽然对这些人没什么好感，但我还是给出了一点提示。毕竟日后变异生物工程，这些人多少还能起点作用。楼里的幸存者听到警报后，都神情黯然地返回了各自的房间。成功杀鸡儆猴后，我也转身飞回了自己的别墅。眼镜男刚才的话倒提醒了我，自己所有食物还藏在冷库和地下室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回到别墅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食物收进背包。半小时后，看着空空如也的仓库，总算没什么后顾之忧了。地下室最后的食物也收进无限背包后，我彻底松了口气。我打量着空荡的地下室，没发现异常便转身离开。然而我前脚刚走，
走，一只拳头大的蚊子就从角落里缓缓爬了出来。他巨大的复眼飞快扫视一圈，确认地下室里空无一人后，便火速冲向唯一的排水口。风力前肢轻轻一滑，就破坏了入口。他顺势钻进下水道，成功逃离了我这个恶魔的掌控。只是他还太弱小，没飞多远，刚爬出下水道就撞上了一群人。大哥，这有只奇怪的蚊子，好大一只啊！收拾完地下室的我回到地面，发现之前的丧尸尸体已经失去了威慑力，不少丧尸嗅到了我的气息，正慢慢朝着别墅围拢过来。这些无意识的杀戮机器开始疯狂拍门、攀爬围墙。他们虽然行动迟缓，可一旦数量增多，别墅的围墙根本扛不住，必须得想个办法解决才行。我一边飞快地清理着丧尸，一边思索着解决问题的对策。寻常的防御根本拦不住这些怪物。末世幸存者都是用丧尸和变异生物脑中的晶核提炼制成金属，这种名为晶晶的金属可以抵御绝大多数尸变生物的攻击。如果我没记错，末日1周后黑雨降临，尸变生物才会诞生晶核。我望着天空自语：没错，黑雨降临前，所有人和尸变生物都只是1阶，唯有经过黑雨的洗礼，世界的基因锁才会开启。现在的丧尸不过是新手村里未经强化的弱鸡罢了。等黑雨落下，所有尸变生物属性都会暴涨，到时这些丧尸可就不再是帕金森了，那可是人尸菌素博尔特。我清理丧尸时，也看到了一群幸存者在利用天赋猎杀丧尸，干得不错。不过下次挥棒时记得留点力气。看到一个手持棒球棍正瘫坐在地喘息的男人，我飞过去递了根烟。谢谢。他颤抖着手接过烟，猛吸一口，脸上的恐惧才消散几分。显然，第一次斩杀丧尸让他心理负担沉重，毕竟其中不少曾是他的邻居。他们已经不是你的邻居了。这个时代，你只能信自己。我也吸了口烟，语气平淡。两人就这么像偶遇的老烟枪，一边抽烟一边闲聊起来。小兄弟，这世界还有救吗？这世界轮不到你管。你要救的是这小区和这片街区的人。可我打，这怪物都费了9牛2虎之力，怕是只有你这种英雄才行。王明满脸颓丧，我轻轻摇头。不是谁都适合战斗，而你天生就是个管理者，不是吗？听着我云淡风轻的话语，王明心中掀起惊涛骇浪。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天赋？他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显然已经看穿了我经营管理的天赋。没错，这天赋能高效管理幸存者，还能给他们提供微弱的属性加成。不过我显然不打算跟他解释太多。王明，1周后我有个任务交给你。我吐出一口烟圈，转身轻笑。在那之前，务必活下来。王明虽不解其意，但他明白只要自己活着，未来的路就不会太难，因为他抱上的大腿是眼前这位横扫一切的无敌杀神。我从不滥发善心，我只帮助自己看得上或用得上的人。而这个王明，前世正是城东街区的负责人，有了他，以后就不用愁那些不怕死的家伙来骚扰别墅了。不过这事还得等黑雨降临之后再说。等我回到房间，陈琳已经醒了过来，他见我不在，正想着给我做顿饭，可他拧开煤气灶，却发现根本点不着火，想用电磁炉，可全球电力系统早已瘫痪。就在他一筹莫展时，身后突然传来我的笑声。饿了。我的声音温柔响起。啊！陈琳被吓得惊呼一声，你吓死人家了！他转身一看是我，立刻气鼓鼓地扑了过来。一番情侣间的打情骂俏后，两人才在饭桌前坐下。我凭空变出一份烤鸡套餐，饭菜俱全。你到底还藏了多少我不知道的本事？陈琳两眼放光地接过属于自己的那份。心理素质极强的陈琳扒拉几口饭，脑中突然冒出一个大胆想法。反正都末世了，要不你再找几个姐妹吧，我一个人真有点顶不住。我虽然有些意外，但还是笑着答应了他。毕竟前世坐拥美女军团的大佬比比皆是，在末世这不算什么。我并没多想，可一提到其他的女人，我脑海里总会浮现一个傲娇小萝莉的身影。上一世我在 H 市排名第2，而第1名正是不死神皇谭月，一个冰山小可爱。我是越战越勇，谭月的天赋却是越死越强。我记得最深的一次是自己和6阶变异狼王打得难解难分，结果谭月路过随手就秒了狼王，秒了就算了，他还嘲讽我不是男人，打个6阶磨蹭半天。谭月，你别让我逮到，逮到你，我非把你按住狠狠办了不可。一想到谭月那张冰块脸，我就一肚子火，最终全发泄在了可怜的陈琳身上。刚恢复精神的他，差点又被折腾得晕过去。吃完饭又运动了1个多小时，我才带着陈琳来到空旷的后院。现在是末世，你也清楚。我转身看着陈琳，没有实力，谁也救不了你。陈琳乖巧地点点头，表示明白。见他没有异议，我便继续说了下去。而你的天赋，正是你在末世立足的根本。是那个叫幻灵师的天赋吗？陈琳举起手，好奇地问。我点点头，示意他试着施展自己的天赋。毕竟前世我只知道12灵中的属灵能寻宝，对其他的并不了解。陈琳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，开始感受体内那陌生的天赋力量。没想到过程比想象中要顺利得多。他刚闭上眼，就看见一条金色的灵物在身边漂浮，那灵物像水里的鱼儿，在他身旁自在地游弋。是蛇！陈琳兴奋地睁开眼，我身边有条金蛇在游。那应该就是你的灵物。
试着去接触它。我在一旁提醒道。当陈琳的手触碰到金蛇的瞬间，海量信息涌入了他的脑海，只在片刻之间，他便完全理解了蛇灵的能力。我正想问蛇灵有何效果，陈琳的身形却开始剧烈抖动起来，她的身体一阵虚幻扭曲，转眼间竟变成了另一个我，活生生站在我面前。卧槽！我直接爆了粗口，上辈子可没听说过排行第5的幻灵师居然还能变形。我只知道他狡诈如狐，每次被围攻总能全身而退。如今想来，他多半是直接反杀一人，然后伪装混入了对方队伍。这金蛇能让我变成任何人的样子。陈琳兴奋地打量着自己，我见他领悟得快，也不再耽搁时间。既然已经掌握了能力，那就该实战了。我神情一肃，话音刚落，陈琳瞬间变回了原样。他明白我无法护他一世，唯有变强才能与我并肩。等我拿剑武器，他转身冲进别墅，提了把顺手的菜刀出来，准备就绪。我抱起信心十足的陈琳，一飞冲天，两人飞越城区，在一处丧尸稀少的垃圾场缓缓降落。选这里，一是为保护战力尚弱的陈琳，二是丧尸少更方便练手。去吧，用你的脑子干掉那3只。我指向远处衣衫褴褛的游荡丧尸，陈琳握紧尖刀，身形一晃，竟变成了其中一只丧尸的模样。果然，那些丧尸对他视而不见，毫无攻击意图。他不动声色地靠近，趁其不备，扑哧一刀刺穿了丧尸的心脏。那丧尸倒地抽搐嘶吼10几秒，随即彻底没了声息。看着一动不动的丧尸，陈琳心头涌上恐惧，双手止不住的颤抖。过了足足3分钟，他才鼓起勇气走向下一个目标。这一次，他动作干脆利落，将剩下2只丧尸全部解决。陈琳看着沾满血污的尖刀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我做到了。她大口喘着气，到底是个女孩。陈琳终究没忍住，被浓重的血腥味熏得吐了出来。我毫不犹豫地飞了过去，我落在陈琳身旁，一边轻拍她的背，一边递上一瓶水。你已经很棒了，我第一次杀丧尸时比你还怂，手抖得厉害呢。谢谢。陈琳的声音有些虚弱，首次猎杀显然耗尽了她的心力。等陈琳缓过劲来，我便抱起她返回别墅。第一天能解决3只丧尸已是极限，没必要操之过急。毕竟我的目的只是让陈琳适应末世，而非把她培养成杀神。一切慢慢来就好。就在我们前脚刚走，一伙西装革履的混混后脚就到了垃圾场。大哥，那几个老头丧尸全死了。一个手持钢管的马仔指着尸体惊呼起来：“怎么回事？”一个满脸横肉的胖子沉着脸走了过来。当他看到预定的猎物竟被人捷足先登，顿时勃然大怒：“竟敢抢我谭山的猎物！我要把这小子剁了喂我的宠物！”这话一出，周围的手下们瞬间噤若寒蝉。毕竟自家老大的那个宠物实在太过恐怖，一头活猪扔进去，再出来就只剩一副干瘪的骨架。你和阿坤留下，有任何动静立刻通知我。谭山指着身后2人命令道：“是。”老大，2人领命，随即钻进了垃圾场主人的旧集装箱里。谭山发现丧尸皆被一刀毙命，心中顿时升起一丝危机感。能杀得如此干脆，对方绝对是个天赋不俗的高手。若不尽快找出此人并除掉，他黑龙帮的地位恐怕不保。你们俩守到下午，其他的人把这3具尸体抬上，跟我回黑龙夜总会。就这样，谭山带着尸体和剩下的7、8个手下扬长而去，而被留下的2人则掏出扑克牌在集装箱里玩了起来。你说老大干嘛偏偏留下咱俩？阿豹一边洗牌一边问：“还能为啥？不就因为咱俩天赋最垃圾呗？”阿坤没好气地说：“这话过于扎心，瞬间聊死了。没错，我们俩的天赋确实烂到家了。阿豹的天赋是吸收太阳光然后发光，堪称人形手电筒，没光还不亮。至于阿坤，人如其名，我的天赋是能发出嘹亮的鸡叫，早知道就不当小黑子了。”阿坤心中默默流泪。一连3天过去，阿坤和阿豹的扑克都快打烂了，也没见半个人影。等他们返回黑龙夜总会复命，谭山也觉得对方8成是走了。那破垃圾场不用管了。谭山搂着2个美女，大手一挥，发布了新任务：去城东，把那边的幸存者全给我收编了。给你们1天时间，不服的明天我亲自去收拾。一听谭山要对城东动手，阿坤和阿豹顿时兴奋起来。拿下城东，咱俩说不定就能混个小队长。毕竟黑龙帮现在也有100多号人了，威胁那些落单的幸存者简直是小菜一碟。听说城东区那边一直都没什么高手坐镇，老大您请好吧，我这就把话带到。阿坤当即领着10几个兄弟出了门。另一头，我正悠闲地陪陈琳享用早餐。经过3天特训，陈琳的战斗力已远超常人，多亏了我喂下的强化药剂，再加上我精准的猎杀指导，只要对方天赋不是太逆天，陈琳现在一个打3、4个不成问题。今天还去猎杀吗？陈琳吃完早餐随口问道：“这几天都不去了，等下雨。”好耶，可以放假了。一听不用出门，陈琳高举双手欢呼起来。但我可没打算让她彻底闲着，这几天你得陪我对练。听到这话，陈琳的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。不行不行，你能轻松捏碎怪物骨头，我哪是你的对手？他连忙摆手抗议。半小时后，以为用同等力量就能赢的陈琳，再次被我一个抱摔撂倒。注意下盘，你光攻不防，别人可不会手下留情。我点评着他方才的战斗。不打了不打了，我怎么可能打得过你？陈琳干脆躺在地上耍赖不起来。虽然相处没几天，我却清楚他这是在闹小脾气。行，那我抱你回去。快点快点！一听不用打了，陈琳立刻伸出双手等着被抱。谁知我走到他身边，却反手又是一个过肩摔。哎呦，你干嘛啊？陈琳惨叫一声，眼神幽怨地瞪着我。现在不练好，等怪物咬死你的时候，可没机会后悔。
继续吧。看着我一脸严肃，陈琳只好撇撇嘴爬了起来。很快，两人又在原地缠斗起来。附近的丧尸早已知道别墅里有个煞星，嗅觉灵敏的他们根本不敢靠近。也正因如此，刚到城东的阿坤一行人对眼前的景象倍感诡异。坤哥，这地方丧尸怎么这么少？身后的马仔们惴惴不安，周围安静的可怕，搞得我们心里直发毛。别怕，没准是聚到别的地方去了。阿坤凭着他那点可怜的经验瞎猜道。一行人硬着头皮继续向前摸索。坤哥，快看，那帮人怎么敢在外面玩？他们不怕丧尸吗？一个小弟突然指着前方惊呼，只见一群人正在血迹斑斑的篮球场上打着球，这场景实在太过诡异，他们黑龙帮都不敢这么嚣张，生怕引来尸潮。把传单发了，赶紧走，快点！感觉不对劲的阿坤立刻让手下散开。这帮小弟本来就怕得要死，没想到阿坤比他们还慌。最后他们随便找了几个角落，把写满警告的传单一股脑全扔了。不到1分钟，这群人就全都跑了回来。阿坤话都来不及多说，领着众人抄小路溜回了黑龙夜总会。谭山见阿坤这么快就返回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怎么回事？他猛地一拍桌子，怒吼道：“大哥！”城东区太他娘的诡异了！阿坤连忙大倒苦水。你们不是说城东没高手吗？谭山指着身后的情报人员怒骂，那群人一个个低头不敢作声。毕竟情报显示城东确实没强者，都是些散兵游勇。骂完手下，谭山又将危险的目光投向阿坤，把你看到的一五一十的给我说清楚。见谭山动了真火，阿坤赶忙将城东丧尸稀少，甚至有人悠闲打球的是全盘托出。丧尸少可以理解，但有人敢在运动场打篮球，这事就得好好琢磨了。要知道丧尸的听觉极其灵敏，你就是骑个自行车路过，都能引得他们齐刷刷回头。在听觉如此变态的丧尸眼皮底下，竟然敢打篮球，你小子不是在跟我胡扯吧？谭山眼中闪过一丝杀气。我哪敢啊，大哥！不信你问其他的兄弟，他们也都看到了。看阿坤急得快要发誓，谭山也信了7、8分。可为什么那边的人会不怕丧尸呢？这个问题让谭山闭上眼沉思了许久。就在众人屏息等待时，他突然一拍桌子，哈哈大笑起来。我知道了，我们肯定是搞到了能隔绝丧尸的宝贝。其他的人闻言还在发愣，这副蠢样让谭山脸色一横，这帮蠢货怎么就想不明白呢？那不是宝物是什么？难道城东还能有高手把丧尸杀光了不成？他气得破口大骂，阿坤被骂得一个激灵，情商瞬间上线，连忙附和。阿坤立马带头吹捧谭山英明，这番马屁拍得谭山怒气消了大半。阿坤，你带人去打探消息，务必找到那宝贝的位置。只要能找到他，谭山的嘴角咧开一抹霸道的笑容，我们黑龙帮就能横扫整个 H 市。可惜阿坤他们根本没敢深入城东，那些传单自然也就无人问津，所以他压根不知道自己的地盘已经被惦记上了。这些天我一直陪着陈琳在家对练，帮他提升实战能力。不过多数时候陈琳都会撒娇要求换成别的运动来代替。嗨嗨，没错，就是你们脑子里想的那种运动。当然，今天情况特殊，我等了1周的黑雨终于降临了，整个世界瞬间被黑暗吞噬，黑色的雨滴开始缓缓飘落，雨势渐大，周围的丧尸和变异生物竟开始了2次进化。黑雨之下，他们的速度和力量都得到了巨幅强化。1小时后，天色微亮，城市角落里亮起一双双猩红的眼眸。好在多数人都躲在家里，只有少数倒霉蛋成了强化怪物的盘中餐。当然也有例外，比如喜欢四处晃荡的黑龙帮，就遭到了强化怪物的猛烈冲击，100多号人最后只活下来60多个。人类基因所以开启，变异生物强化完成，这是我最后的领悟，尽情狂欢吧。那熟悉的声音再次响彻所有幸存者脑海。别墅楼顶，我听到这话不屑地撇了撇嘴。要是让我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我早晚弄死你。末世就是这声音带来的，管他是神是魔还是外星生物，反正我已经下定决心，一旦找到幕后黑手，拼了命也要干掉他。这场雨有什么问题吗？依偎在我怀里的陈琳坐起身问道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清剿周围的丧尸吗？我起身笑着反问。陈琳摇了摇头，满脸都是不解，望着远处那些强化后的丧尸，我脸上露出了罕见的笑容，因为现在的他们才算是真正的怪物。没错，我之所以留着他们，是因为之前的丧尸不掉晶核，毫无猎杀价值。毕竟晶核可是让人晋级变强的关键道具。见陈琳还是一脸懵，我身形一闪，隔空捏爆了一只丧尸的脑袋，成功击杀1阶丧尸，杀之无痕触发，获得1阶丧尸晶核。一枚墨绿色的棱形晶体随即从丧尸脑袋里掉了出来。这玩意儿就是你提升实力的关键。我举着晶核对陈琳解释，看着这枚奇异的晶体，陈琳眼中满是好奇。不过既然我说是好东西，她也明白这玩意儿肯定是多多益善。我也帮你一起收集。她的声音透着一股坚定，做我的女人，自然要能独当一面。何况上一世陈琳本就是强者，我自然不会世世代劳。注意安全，遇到没见过的生物就先跑，懂吗？简单叮嘱几句后，两人便分头行动。陈琳要去猎杀丧尸，但我的目标可不是这些，我要去往最混乱的城西，猎杀更强的存在。如果记忆没出错 ，H 是第一个2阶生物，就在城西区诞生。那家伙身上会掉落一件至关重要的东西，我势在必得。解决掉这个2阶生物，我还要去找那只落单的变异吸血蚊。那只变异生物生前应该是一家宠物店的宠物。我在空中疾驰，同时俯瞰着地面的动静。空中不时有飞行变异生物袭来，却都被我随手一拳轰杀。没过多久，我便抵达了混乱的城西区。这里的建筑大多毁于内斗，少数完整的楼房都被某些势力占据。末世不过7天，世界的格局就已彻底洗牌。望着硝烟弥漫的城西，我心中不禁感慨。我缓缓落在一栋高楼顶端，开始扫视四周的动向。按理说这个时间点，那只变异金翅鹰应该已经出现了。然
而除了地面上幸存者们投来的惊异目光，我什么也没发现。怎么回事？我心头泛起一丝疑惑，难道是自己的重生打破了规律，让吸血蚊取代金翅鹰成了二阶？不可能，我前世活了10几年，从没听说过二阶生物不能共存的规则。要么他被提前宰了，我思索着，眼中寒芒一闪；要么就是被什么人给藏起来了。一想到自己的猎物被人捷足先登，我直接从20多层的高楼纵身跃下，轰的一声，我落地砸出一个巨坑，气浪将周围的碎石都掀飞了。地面上看热闹的幸存者瞧见这幕，惊得跟白日见鬼似的，尤其是看到我从烟尘中安然走出，他们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。那是人类吗？兄弟们怎么办？他不会是人形怪物吧？他过来了！就在几人惊慌失措之际，我已经踱步到了他们跟前。你们这儿不是有只很厉害的鹰吗？听到我开口，几人才恍然大悟我是个人类，可一听说我是来找鹰的，他们脸上立刻布满了恐惧。是那只金色的鹰吗？其中一人颤声问道。看对方这反应，我便知那畜生肯定出现过。就是他。现在在哪儿？他已经咬死了很多人，现在被吴馆长他们追杀，大概是逃去荒山了。那人满脸惊恐地回答：“吴馆长，荒山？我懒得多想，到了生蟹便冲天而起。吴馆长是谁我不认识，但荒山我熟，以前逃离 H 市时在那儿歇过脚。荒山是 H 市周边的3大山之一，就在城西区背面，因植被稀疏而得名。但我想不通，金翅鹰已是2阶，1阶人类根本奈何不了他，那他为何要逃往荒山？莫非是假意败退，想要引开追兵？”思绪电转间，一个惊人的念头猛地冒了出来：逃跑的这只并非2阶，而是其父母之一，故意引开人类，好让幼崽适应2阶力量。卧槽！这畜生还真够狡猾的。想通其中关窍，我立马掉头，径直飞回城西。果不其然，我刚到城西边缘，就看见一只金色巨鹰正在居民区肆虐。奶奶的，这帮畜生还敢跟我玩调虎离山！难怪之前听那哥们说，城西死了很多人才解决掉这畜生。一想到自己竟被畜生耍了，我瞬间提速，我身上的血液化作一道赤色闪电，眨眼间便冲至金翅鹰面前。吃老子一拳！我怒吼一声，铁拳已狠狠砸在金翅鹰头上，恐怖的力道瞬间将金翅鹰砸落地面，仅一拳就让这2阶生物奄奄一息。这便是百倍属性带来的绝对自信。吼呜！倒地的金翅鹰发出微弱的哀嚎，见他已无力反抗，我俯冲而下准备收割。可就在此时，一道不和谐的声音突然响起：“住手！这怪物是我们合力击退的，你凭什么抢战利品？”我听得一愣，我一拳秒杀也算合力击退？哥们儿，你是在逗我吗？我怜悯地瞥了那人一眼，随即毫不犹豫地俯冲而下，一拳了结了奄奄一息的金翅鹰，成功击杀2阶金翅鹰。杀戮之主触发，获得特殊技能鹰眼。2阶金翅鹰精血吸收完毕，嗜血羽翼进化度增加8。鹰眼，前世那好兄弟果然没有骗我，就算杀戮之主没触发，这技能也会随金河一同掉落，而它的效果简单粗暴，却又极其好用。鹰眼可探查一切生物的战力和弱点，继承鹰眼的瞬间，我金色的瞳孔颜色加深了几分。与此同时，金翅鹰的具体信息浮现在我眼前：2阶金翅鹰已死亡，死亡前战力1380，弱点腹部。短短3行字，却是末世里唯一能看穿战力的神迹。然而我正兴奋地准备查看自身战力，那不和谐的声音又响了：“混蛋！我们辛辛苦苦打了半天，你小子竟敢凭着会飞就来抢人头！”这话彻底惹毛了我，我猛然转身，冷冷盯着那叫嚣的男人，鹰眼瞬间发动，对方的信息一览无余。王西华，战力可怜，弱点一碰就碎，这战力低的我都懒得评价，直摇头。你觉得你打得过这金翅鹰？我嘴角勾起一抹危险的弧度。少废话，我们先动的手。你现在抢了怪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对方回敬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眼神。王西华嘴上跟我扯皮，暗地里却使眼色让小弟们悄悄包围。这点小伎俩我尽收眼底，却懒得理会，反而先查看起自己战力面板。只见战斗力已经破万，我的自信心瞬间爆棚，这才叫百倍属性。你5点攻击我500点，拿头跟我打。在心里给这群人判了死刑后，我才慢悠悠地开了口：“你们7、8个人围着我，知道我为什么不跑吗？”王西华闻言，心里顿时咯噔一下，这家伙确实有点不对劲。按理说发现被包围了，早就该跑了，他能把我们几个全撂倒？不，绝不可能。王西华猛地摇头，试图甩掉这个荒唐念头。我们可是7、8个天赋者，怎么可能让他跑了？我懂了，你小子在拖时间等队友是吧？王西华一拍大腿，仿佛抓住了真相。我被他这句话搞得有些无语，这家伙的脑回路怎么这么清奇？王西华恰好捕捉到我的微表情，瞬间更加笃定自己的猜测。别给我机会，上，宰了他！王西华直接下令，众人刚要动手，我却如鬼魅般瞬间出现在王西华跟前。我给过你机会，可惜你不中用啊！话音刚落，我右拳已然蓄满了力量。王哥！一个同伙刚喊出声，王西华的身体就被我一拳打爆。没错，仅仅一拳，王西华身体爆裂，鲜血溅了其他人一脸。这一刻，他们才幡然醒悟，自己惹到了硬茬。眼前这哪是什么会飞的普通人，这分明是尊杀神啊！但我又怎会给他们后悔的机会？利落解决王西华后，剩下的几个小弟也被我悉数送走。嗜血羽翼吸收8名1阶人类精血，晋升进度增加8，当前进度16。道血流再次汇入我身上的血液，击杀人类触发杀戮之主的概率极低，但在末世，谁敢动杀心，我绝不手软。任何圣母心肠都不可能在我脑子里存在。城西其他的幸存者目睹我狠辣击杀8人，无不心惊胆战。我的速度快到那8人连天赋都没来得及用就全没了。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这绝对是个实力恐怖的狠人。原以为这尊杀神解决完人就走，没想到我竟徒手捏爆了金翅鹰的头，接着从鹰脑中取出一枚浅蓝色晶核。有了这玩意儿，
应该就能晋升2阶了。我盯着手里的金河暗忖，之所以说应该，是因为前世我可没盘古血脉这种逆天天赋，毕竟天赋越强，进阶条件就越苛刻。普通天赋者吸收1、2个1阶金河就能进阶，而我这种顶级天赋，没个180颗1阶金河，怕是想都别想。不过我也不慌，解决了这只再去干掉吸血纹，2颗2阶金河总够晋升了吧？那个，您能告诉我这金河有什么用吗？一道成熟的女声在我耳畔响起，我随手将金河丢进背包，抬眼便见一个身穿淡黄长裙的女人，举止优雅，眼神却带着畏惧。简单形容就是前凸后翘，肤白貌美，大长腿。这女人不简单，我暗忖，能在末世保持衣着干净，举止优雅，绝非等闲之辈。光凭她亲眼看我手撕8人，还敢穿过尸堆搭话，就不是一般女人能做到的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冷冷反问，对我而言，漂亮从来不是加分项，有时甚至是减分项。我可不会养几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在别墅里。女人被我的反问噎了一下，显然没料到会是这种回答。如果我也有这种金河，能否追随你？或许是觉得套近乎没用，她直接拿出2颗绿色金河，恭敬地递了过来。这下我明白了，原来是看自己实力强，想找个大腿抱。这些可不够。我看着那2颗1阶金河摇了摇头，能杀2只丧尸在普通人里算不错了，但还入不了我的眼。我还可以做些别的，您看。女人眼神暗示，羞涩地低下了头。可惜这招美人计对我毫无作用。我要是想动你，你觉得你有反抗的机会吗？我勾起嘴角反问，一句话直接把女人的后路全堵死了。我说的没错，以我展露的实力，真想动她，她就跟玩物没区别。看来这位是个不缺女人的强者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她微微欠身，转身便要离开。如此知性懂礼的女人确实少见，被拒后也不死缠烂打，优点不少，就是不知实力如何。唐慕晴，弱点一碰就碎。鹰眼扫过，我便知这女人绝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弱。我开口叫住了转身欲走的唐慕晴，听到我的声音，她猛地回头，脸上瞬间绽放出喜悦。您改变主意了？她以为我回心转意，没想到我却摇了摇头。接着我只留下一句话：1天之内，你若能从城西走到城东百家别墅，我就收下你。话音未落，我已腾空而起，扬长而去。城东百家别墅？唐慕晴的脸上写满了震惊。从城西到城东，那可是整整20公里的路程。末世前她半天就能走到，可现在城里不仅有丧尸，更有各种潜藏的变异生物。1天内独自走完这么远的路，不仅需要强大实力，更需要逆天运气。您的考验我接了。想起我那恐怖的战力，唐慕晴攥紧拳头，眼神坚定。可她还没来得及回去收拾行囊，一道刺耳的调戏声便从身后传来：“小妞，他不要你，哥哥要你，跟我回家，保你每天快活是神仙。”唐慕晴冷着脸回头，一个光膀壮汉正手持双刀，满眼淫邪地盯着他。你也配？话音刚落，唐慕晴双手发力，天赋瞬间发动。那壮汉还以为2把破刀就能吓住他，谁知地面猛地钻出一根土刺，直接从他胯下贯穿而过。他甚至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当场暴毙。废物！也配跟那位大人相提并论？唐慕晴冷哼一声，转身回家。如果我在此，定能一眼认出唐慕晴所用的能力，能在1阶就操控如此巨大的土刺进行攻击的天赋，仅有一种。没错，正是元素系中的顶级天赋之一——大地之母。另一边，我离开城西后便折返城东，开始搜寻吸血纹的踪迹。吸血纹这种生物喜阴怕阳，理论上刚诞生的它绝对会躲在某个阴暗角落里发育，而且被它杀死的生物特征也很明显，要么被吸干血液，要么被撕成碎片。只要找到这类尸体，我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它的巢穴。可在低空飞了半天，我连一具符合条件的尸体都没发现。怪了，难道他跑到其他的区去了？我落在一处平房顶上思索，不可能啊！吸血纹的翅膀成长极其缓慢，没翅膀的它夜里只能捕食些小型昆虫。按理说，它根本无法进行远距离移动。琢磨半天，我想到的唯一可能就是吸血纹被人圈养了，极有可能城里有人把它藏在暗处，并且每天投喂食物，而且他们8成还有东西掩盖了气味，防止被自己发现。毫无头绪，先回去看看陈琳。我不再浪费时间，径直飞回别墅。刚一进门，我敏锐的嗅觉就捕捉到了飘进别墅的陈琳的气息。百哥，我跟你说，我好像变厉害了。人还没站稳，陈琳就像只小猫一样扑了过来，我赶紧用手臂接住她，免得她摔倒。她兴奋地在我怀里蹭来蹭去，却不说话，我只好自己动手查看。陈琳，幻灵师，弱点满身破绽。看到这弱点信息，我心想这鹰眼还挺智能，陌生人一碰就碎，自己人满身破绽，合理。而且这1800的战力比金翅鹰还高，这是晋升3阶了。我笑着发问，可他却没直接回答，反而开始分享今天的战果。我跟你说，我刚才杀了整整12只丧尸。然后你就捡到宝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见我竟猜中了后续，陈琳瞪大眼睛嘟起了嘴。他这战力明显不是1阶该有的，我当然猜到他是走了大运，否则以他的刷怪效率，没个3、5天根本不可能进阶。好了好了，快说说你捡到什么宝贝了。我无视他的撒娇，笑着催促，女人变脸堪比翻书，前一秒还撅着嘴生气，下一秒就兴奋地分享起来。我今天路过318街道，发现丧尸都往一个超市里钻，我好奇就跟了上去，结果发现里面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个亮晶晶的水晶在地上，我就把丧尸推开捡起来了。陈琳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自己如何机智引开尸群，又如何惊险地拿到水晶，讲完还不忘补充，本想留给我，可水晶半路就融进了他身体里。百哥，那水晶到底是什么啊？讲得口干舌燥的陈琳喝了口水问。听完他的描述，我笑了，这丫头运气也太逆天了，竟然连天紫晶都能捡到，这可是能大幅提升恢复力的至宝，通常只有天外陨石砸死丧尸，与晶核融合后才会诞生。你捡到的叫天紫晶，不仅能量庞大，还能极大提升你的恢复力。
那东西真有这么神？陈琳小声嘀咕，感觉自己除了变强一点，并没啥变化。我看穿了他的心思，等你受了伤，就知道这恢复力有多逆天了。那我们那个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能恢复呀？他忽然红着脸问这个问题，直接把我给问住了。这可是绝世珍宝，上辈子我都没见过，哪知道具体效果？我缓缓凑近陈琳，我们试试不就知道了。一场新的风暴已然酝酿。傍晚6点，看着床上熟睡的陈琳，我确认了结果，有用但效果不强。我笑着为她掖好被角，穿好衣服，准备清点金盒，看能否晋升。到了大厅，我从背包里取出79枚1阶金盒和1枚2阶金盒。金盒用法简单，握在手中凝神静气，能量便会自行汇入体内，吸收1枚1阶金盒，大约需要5秒。开始吧。我将所有金盒摆在身前，盘膝而坐，开始逐一吸收。时间飞逝，片刻功夫，所有1阶金盒便被吸收殆尽。此时我的战力飙升至24700，可距离瓶颈依旧遥远。我拿起仅剩的淡蓝色2阶金盒，继续吸收。这次耗时稍长，10几秒后，我睁开了一双淡金色的眸子。该死，还是差了那么一点。我暗道可惜，我能感觉到瓶颈近在咫尺，只要宰了那只吸血蚊，靠它的金盒绝对能突破2阶。看向战力面板，盘古血脉，战力29000，看着暴涨近1倍的战力，我心中的郁闷消散不少。可只要那该死的吸血蚊还活着，我就一天不得安宁。作为曾经的杀神，我绝不容许猎物从手中逃脱。我就不信你能藏一辈子。带着满腔怒火与暴增的力量，我再度飞出别墅。白天找不到你，难道晚上你还不出来觅食吗？几小时后，我提着1麻袋金盒返回。好消息是，我顺手清理了附近上百只丧尸和变异兽。坏消息是，吸血蚊依旧毫无踪影。这么多金盒，应该足够晋级了吧？我眼神一迷，没有2阶金盒，我只能靠数量堆上去，2枚、3枚、20枚。当我吸收完第100枚1阶金盒后，身体竟达到了饱和状态。可恶！我气得想骂人，100个1阶金盒都无法进阶。熟睡的陈琳被惊醒，轻手轻脚走到门外，正好看见我一脸愁容。怎么了？他走上前，从背后轻轻抱住我。我将吸血蚊和晋升属灵的事告诉了他，期望他能帮忙。但可惜的是，陈琳晋升2阶并未获得新的灵物。第2天一大早，起床吃早饭了，怎么还睡？早起的我直接把赖床的陈琳给叫醒。还不是你昨晚折腾我，让我多睡会儿。陈琳睡眼惺忪的嘟囔：“这话我可不认，昨晚我可是睡得死沉。”我哪有折腾你？我立刻反驳，尽管还很困，陈琳还是扶着自己坐了起来，打了个哈欠，幽怨地看着我。不是那个了，是属灵的问题。听到属灵2字，我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丫头是真想帮我，不然怎么会为这事愁得失眠呢？这事急不来，别太担心了。我捏了捏陈琳的脸蛋，她乖巧点头，随后起身去洗漱了。2人简单吃过早餐，我便交给了陈琳一个新任务，去这个地方找一个叫王明的男人。就说是我让你去的，把这个给他，他自然明白。陈琳接过地图和纸条，疑惑地抬头：“那你呢？”我去看看你的好姐妹到了没有。我边说边观察她的反应，却没看到预想中的不快。听到这话，陈琳的脸上反而绽放出兴奋，心想终于有人能来分担火力了。你给我找姐妹了？她怎么样？漂亮吗？陈琳激动地追问。能不能当你姐妹还不好说，得看她能不能通过我的考验。你给了她什么考验呀？很简单，让她独自一人从城西走到城东来见我们。她如果连这点事都办不到，怎么有资格当你姐妹呢？记得送纸条，我先走了。看着手里的纸条和消失在天际的我，陈琳觉得遇到我真是自己最大的幸运，至少她不用面对独自穿越尸海这种地狱级考验。心里默默为那个姐妹祈祷后，她动身离开别墅，去执行我交代的任务。目标地点不远，加上沿途丧尸已被我清空，陈琳10分钟就抵达了指定小区。小区门口，几张桌子拼凑成了简陋的路障。你找谁？一道男声从旁边传来。陈琳抬头望去，2楼站着2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，看他们神情紧绷的样子，应该是负责警戒丧尸的哨兵。我找王明。他淡淡开口，听到王明的名字，2个年轻人的脸上瞬间挂上了玩味的笑容。王明区长前几天刚搞来第3个女人暖床呢。2人眼神一对，显然把陈琳也当成了那种女人。2人嘀咕几句后，其中一个笑着对陈琳说：“王区长正在开会，你晚点再来。”这番话让陈琳秀眉微蹙，搞清楚，我是百川派来的，赶紧去通报。他语气渐冷，管你是谁派来的，王区长正忙，快滚吧。对方这副狗仗人势的嘴脸，让陈琳心生厌恶。不过既然王明真在开会，他也懒得耗在这里。收好纸条，他转身便走，正好去拿丧尸练手。此刻的王明的确正在与其他小区的代表商谈。就在小区3楼的办公室里，王区长，阳光小区同意你们的条件，都是幸存者就该团结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经过2个半小时的谈判，双方终于达成了合作。他高兴地与对方代表握手，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。他已经为我整合好了整个区域的幸存者，只等一声令下便可逐个收编。第3个小区了，进度喜人啊！他不禁感叹。此刻王明心情大好，送走代表后，他随口问了问门口的2个新兵蛋子：“怎么样？没出什么状况吧？”身后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2人一跳，猛地站了起来。别激动，我就随便问问。他背着手笑道：“王区长，是您啊！”看清来人是王明，2人这才松了口气。一切正常，王区长。王明满意地点点头，哼着小调转身准备上楼。这时其中一人叫住了他：“王区长，刚有个美女找你，不会是您第4房太太吧？”好看的女人。王明脚步一顿：“我就1个老婆，哪来的4个？
他找我有什么事？他随口问道。王明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，毕竟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太多了。他说是百川介绍来的。王区长，您认识人也不说给兄弟们介绍几个？就是啊，王区长，这百川是谁啊？难道是个人贩子？百川二字入耳，王明的心脏猛地一抽。你们确定他说是百川派来的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强行平复心跳，声音冰冷的质问。这两个蠢货显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听王明这么一问，其中一人努力回想起来，他好像是拿了张纸条，说是百川叫他来的。话音未落，暴怒的王明一把掐住他的脖子，将他死死按在墙上。另一个同伴看到这场景，当场吓得魂飞魄散。他走了，我让他晚点再来。被掐住的男子艰难地挤出几个字。此刻的王明怒火已经烧到了天灵盖，这俩白痴赶谁不好，偏偏赶走了那位杀穿全城丧尸的煞神派来的人。幸福小区里，王明拖着两个被打得半死的年轻人，像扔垃圾一样丢在楼下。随着他一声怒吼，小区里仅存的31名幸存者全都聚集到了楼下。各位，我们大祸临头了！王明的脸上写满了绝望。众人看到这阵仗，纷纷询问发生了什么事。老王，这怎么了？他们俩犯了什么事让你打成这样？你快说话啊，老王！王明是大家的主心骨，末世一周，除了他负责杀敌，就是老王负责所有人的后勤，给孩子做饭、安抚邻里、修建围墙，只要他能做的，从不推辞。可就是这么一个靠谱的人，此刻竟颓废的像变了个人。众人心里咯噔一下，预感有天大的事要发生。他俩把百川大人派来的信使赶走了，还把她当成了风尘女子。王明话音刚落，在场所有人脸上都写满了恐惧。王区长，不就是赶走个人吗？至于这么严重？一个年轻女孩小声嘀咕。话音未落，她母亲一记响亮的耳光就扇了过去。百川算老几啊？你竟然为了他打我！女孩捂着火辣辣的脸颊，歇斯底里的吼道。没等她母亲开口解释，旁边的人就冷冷开口了。百川是单枪匹马清空整条街怪物的英雄，是无所不能的战神。怪物见了他都得绕道走，否则就是飞灰烟灭的下场。没他，我们早死了一大半。听完众人的解释，女孩才恍然大悟，百川就是那位杀神，难怪大家会如此恐惧。他的睚眦必报和狠辣手段可是出了名的。隔壁小区的熊孩子骂他一句，第二天就成了树上的挂件。这下可好，我们不仅把这位煞神的女人当成小姐，还给轰走了。这要是让他知道了，我们的骨灰盒怕是得在小区门口摆成一排。瞬间，所有人都噤若寒蝉，没人敢出主意，因为谁也赌不起百川会不会迁怒全小区。王明在不在？就在众人绝望之际，陈琳的声音如同天籁般响起。听到呼唤，王明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连滚带爬地挤出人群。我是王明，我马上给你开门。王明跑到门口，3下5除2地搬开障碍物。您快请进。他擦着冷汗对陈琳谄媚的笑。他本以为死期将至，没想到陈琳居然回来了，这意味着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。尽管不理解王明为何如此紧张，陈琳还是迈步走了进去。我早上来过，不过你在忙，你们这是在干嘛？陈琳刚一进门，就看到一群人神色诡异地盯着自己。王明知道再不解释就没机会了，趁陈琳打量众人时，他赶紧使眼色让人把那俩货拖出来。很快，2个脸肿得像猪头的年轻人就被拖到了陈琳面前。这2个蠢货刚才冒犯了您，我已经把他们打成了猪头，您看怎么处置？王明在一旁连忙解释。陈琳本来还有些好奇，可当听到站街女3个字时，脸色瞬间冰冷下来。难怪这群人吓成这样。这事看似不大，可百川要是知道了，绝对会把这2颗脑袋挂在小区大门上。当然，这只是他能想到的，百川的手段只会更残忍，甚至可能连累整个小区。看着众人投来祈求的目光，陈琳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了。要怪就怪你们嘴贱吧。他轻叹一声，唰，2道寒芒闪过，旁边的孩子立刻被大人捂住了双眼，事情就此了结。这是百川给你的，好好完成。他将纸条塞给王明，转身返回别墅。令他意外的是，也许是杀丧尸杀妈了，刚才解决掉那2人，他内心竟毫无波澜。不是该不该死的问题，而是陈琳和所有人都明白，弱者没资格议论强者，即便她只是他身边的女人，也不是这群蝼蚁能随意羞辱的。陈琳这边刚处理完，另一边的我终于发现了吸血纹的蛛丝马迹。我在城里转了一圈，没找到唐木晴，以为对方没来，只好叹了句可惜。随后我便继续踏上了寻找吸血纹的征途。又一轮地毯式搜索下来，结果依旧是毫无所获。但这一次我没有像往常一样返回别墅，因为我的视野里终于出现了一堆被稀释过的尸体。在城东郊区的下水道口，我发现了数据干瘪的尸骸。看到这么多尸体，我心中喜忧参半。喜的是吸血纹果然还在城东区，忧的是这只吸血纹恐怕已经进化成了成年体，而且我之前的猜测没错，城里绝对有人在暗中饲养吸血纹，饲料正是活生生的人类幸存者。如此喂养出的吸血纹，无疑是区域内的一颗定时炸弹，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大量手无寸铁的幸存者惨死。若非下水道入口过于狭窄，我恨不得立刻进去一探究竟。凝视着深不见底的污水管道，我的眼神变得无比坚定。我一定会找到你。目标锁定城东黑龙夜总会。那场突如其来的黑雨让谭山的手下折损近半，就连阿坤的铁哥们阿宝也惨死在丧尸口中。今天的人类和金河又没着落。谭山在会议室里拍着桌子咆哮。自从发现怪物脑子里的金河能强化自身，他就疯狂驱使手下去搜刮。至于抓来的人类，全都成了他宝贝宠物的口粮。大哥，最近实在找不到落单的幸存者。阿坤走上前低声汇报。不过金河倒是弄到了3枚。谭山接过那3枚金河，抬腿就给了阿坤一脚。废物！
找不到就给老子继续找！阿坤整个人被踹飞出去，撞翻了一大片椅子，他狼狈地趴在地上，眼中闪过一丝怨毒。要不是这孙子有身体强化天赋，老子早就弄死他了。可惜自己的天赋太垃圾，只能暂时忍气吞声。我这就带人去找。阿坤扶着墙挣扎着站起来，声音嘶哑。他刚准备转身离开，却又被谭山叫住了。城东那件宝物有消息了吗？听到这话，阿坤心中瞬间萌生了一个毒计。他早就打听到城东有个血衣杀神，凭一己之力屠光了整片街区的怪物。至于谭山嘴里的所谓宝物，在阿坤看来纯属痴人说梦。谭山啊谭山，你现在牛了，不把兄弟当人看，就别怪我借刀杀人了。阿坤心中冷笑，我们查到了，宝物就藏在一栋别墅里。他面不改色地撒着谎。谭山一听这话，噌的一下站了起来，眼里满是贪婪。他表情一转，猛地回头死死盯住阿坤。找到了，为什么不早点报告？老大，那地方有个狠角色，兄弟们根本不是对手啊！阿坤立刻开始飙演技，他再牛还能干翻我们50多号人。叫上所有人，带上我的宝贝，立刻出发！谭山一声令下，众人就算明知是去送死，也不敢有半句怨言。人员集结完毕，谭山推开一间密室的大门，黑暗中只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啃食声和振翅声。宝贝，跟我去打猎，那边有你最爱吃的点心。谭山闭上眼，与宠物开始精神交流，这就是他的第二天赋心灵沟通。靠着这个能力，他才能将宠物饲养得如此完美。他甚至在周围喷洒了大量香水，就是为了掩盖宠物的气味，防止被别人发现。随着谭山的低语，一个巨大的黑影从密室中缓缓爬出，那是一只身高近1米、形似螳螂、浑身尖刺密布、口气狰狞的巨型吸血蚊。没错，我苦寻无果的吸血蚊，竟然一直被谭山当宠物养着。找个笼子遮住阳光，我马上安排。和吸血蚊交流完毕，谭山立刻找来一个大铁笼，他用黑布盖住笼子，喷上香水，命令4个手下抬着走。末世就是如此魔幻，你甚至能看到一群人抬着一只怪物去猎杀另一群人。半小时后，谭山一行人浩浩荡荡开往城东，却迎面撞上一个浑身是血、步履蹒跚的女人。来人正是连遇3波尸潮、浴血奋战后成功晋升2阶的唐木晴，他竟然真的靠自己杀到了城东。距离我的别墅只剩下最后20分钟路程，尽管他已是强弩之末，但凭着惊人的意志力完全能走到终点。然而命运显然不想让他这么轻松，原本空无一人的街道上，身后突然涌出了一大群人。唐木晴不明所以，正准备侧身让开道路，谁知笼中的吸血蚊瞬间嗅到了他2阶强者的气息，更察觉到他正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。只要吞噬了唐木晴，他就能立刻晋升3阶，完成一次完美的进化。吸血蚊立刻向谭山传达意念：活捉那个女人，他要吃了她。谭山深知自己宠物的强大，对他的要求自然是有求必应。得到谭山的许可，前排的几个手下立刻朝着唐木晴扑了过去。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残血的2阶强者也不是他们能碰死的。就在4个手下发动天赋围攻上来的瞬间，唐木晴只是轻描淡写的一抬腿，2根地刺便精准地贯穿了2人的心脏。剩下2人连忙远程攻击，却被唐木晴新领悟的土遁轻松挡下。不想死就滚！他转过身，眼神冰冷地扫过众人。虽然不知对方来路，但这瞬间秒杀2名手下的实力，让谭山也不敢再轻举妄动。